陨石划破夜空的时候，我正站在阳台上晾最后一件衬衫。突然，地表发生剧烈晃动，我抓着栏杆往下看，一颗拳头大的陨石砸进对面小区的停车位，车顶被压扁，警报声此起彼伏，空气里开始有奇怪的味道，像铁锈混着雨水。那天夜里，陨石雨下了整整3个小时。3天后，气温骤降；1个月后，海平面退去，城市地下管网开始失灵；半年后，植物变异，空气中悬浮的灰尘带着微弱辐射；1年后，我死在寒潮里。那天我抱着最后一箱方便面，蜷在地下室角落。沈周站在我面前，外套扣得严严实实，鞋子干净的刺眼。他把我从地下室拉出来的那一刻，我以为是救赎，他却把我推进了仓库门外。铁门在我面前合上，锁扣落下的声音清脆。我趴在门上，手指在冰冷的铁皮上磨出血痕，却感觉不到疼。寒风从背后灌进衣服里，我的呼吸在空气里变成白雾，一点点变薄。视线发黑前，我看见仓库窗户里亮着温暖的灯光。我死在那盏灯外面。在睁眼时，我还站在阳台上，手机在手里发烫，天空还没完全被点燃。第一颗陨石刚刚划过天际，楼下有人在惊呼。我低头看时间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3年前。指甲掐进掌心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还带着初夏的味道，没有铁锈，没有灰尘，没有寒潮。我把晾了一半的衬衫扯下来，衣架砸在地上，手机里跳出沈周的未接来电。我把那串号码拖进黑名单。上辈子我用全部身家换来的是被锁在门外的死路，这一世我要把那扇门建在我自己手里。我冲进卧室，拉开抽屉，把所有银行卡摊在床上。我给中介发去信息，3套市中心公寓，1套江景大平层，全部挂牌，低于市场价10%。3分钟后，中介的头像疯狂闪动。我打开电脑，账户里躺着父母留下的公司股份。我点开交易界面，全部抛售。屏幕上的数字像流水一样滚动。陨石雨还在落，世界还沉浸在百年奇观的狂欢里。新闻主播穿着精致的套装站在演播室里，嘴唇开合。我不再看。上一世，第一波陨石落地后，人类只当是自然现象。真正的灾难是那之后的磁场紊乱和气候崩塌。我还有3个月。3个月把钱变成命。房子卖得很快。签合同那天，我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，看着买家在合同上签字。对方眼睛里全是清醒，像捡了天大的便宜。我收回签字笔，把钥匙递过去，银行卡到账提醒一条条弹出，数字叠加到苏清然眼前发晕。我没有留恋，直接在郊区买下一整片废弃仓储区，那里原本是冷链物流中心，地下有3层，结构厚实。我请来最顶级的防灾工程团队，把所有钱砸进去，防爆门加厚3倍，墙体外层包裹合金板，地下室改成独立循环系统，空气过滤装置选最高级别，备用发电机2套，太阳能板铺满屋顶，工程图纸铺在长桌上，我一张一张看，指尖在关键节点上停留。上一世我死在没有退路的地方，这一世我要让每一道门都只为我打开。仓储区外围，我加装3重围栏，最外层是伪装成废弃厂房的破败外观，里面却是全自动监控系统，所有摄像头连接到主控室。我坐在屏幕前，可以看到每一个死角。接下来是囤货，我注册了10几家不同的贸易公司，分散采购，粮食按吨计算，真空封存。米面油堆满第1层仓库，整齐码放，像白色的墙。冷冻区里，和牛整块整块挂着，海鲜分门别类封装，水果做成冻干，蔬菜做成脱水包。我在第2层建了恒温生活区，温度设定在26度，地暖铺开，沙发柔软的可以整个人陷进去。厨房设备一应俱全，咖啡机旁边摆着整箱整箱的精品豆。第3层是应急物资区，药品按类别分类，抗生素、退烧药、维生素整齐排列，净水设备堆满一整排，备用滤芯塞满柜子。我还囤了无数零食，薯片、巧克力、奶茶粉、坚果礼盒，全部按保质期贴上标签。每当卡车一辆辆驶入仓库，我站在高台上，看着货物被叉车搬下，堆成山，那种踏实感从脚底往上蔓延。陨石雨落下后的第3个月，我的仓库填满90%。我坐在主控室里，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新闻，气温开始异常波动，有人在社交平台晒出极昼极夜的照片。我把最后一批货签收完，走进生活区，地暖温热，空气清新。我给自己煮了一锅牛骨汤，蒸汽在灯光下缓缓升起。上一世我死在寒风里，这一世我坐在26度的房间里，慢慢喝汤。
窗外的世界还在为陨石雨的奇观欢呼。我已经为3年后的极寒准备好了每一块砖。我抬手关掉屏幕，真正的天灾才刚刚开始。气象预警开始频繁出现，白天30度，夜里骤降到-10度。街上的人还在穿短袖拍视频，我已经穿着保暖内衣，站在仓库最深处。最后一笔资金到账，我的账户余额归零，钱全部变成了物资和钢铁。我没有留下任何退路，上一世的教训刻在骨头里，只要还有人情牵绊，就会被拖进泥里。沈宙的名字偶尔出现在财经新闻里，他的公司因为陨石带来的新型矿物资源估值暴涨。屏幕里他西装笔挺，站在实验室中央，身后是闪着金属光泽的陨石样本。我关掉新闻，上一世我为他垫资，为他奔走，最后死在他锁上的门外。这一世他的辉煌与我无关。极寒来得比预想更快。第一场大雪在10月初落下，雪花像棉絮一样铺满城市。3天后，气温跌破-30度，道路结冰，车辆停摆，供暖系统超负荷运转，开始局部停工。我站在主控室，看着监控画面里飘落的雪，仓库外层的破败外观被白雪覆盖，看起来更加荒凉。我按下启动键，地下发电机开始运转，生活区灯光稳定，温度显示屏停在26度。我脱下外套，换上柔软的家居服。厨房里火锅沸腾，牛肉在锅里翻滚。我把切好的蔬菜一片片放进去，看着汤汁冒泡。监控屏幕忽然捕捉到远处的人影，3个人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在仓库外围徘徊。我放下筷子，调大画面，其中一个人抬头，帽檐下露出熟悉的眉眼，是林兆，上一世的闺蜜。陨石雨后，她第一个带着行李住进我家，口口声声说要互相扶持。后来仓库物资紧缺，她趁我外出找水，把剩下的食物偷偷搬走。我回到地下室时，只剩空箱子。林兆此刻站在风雪里，嘴唇发紫，双手插在袖子里不停跺脚。他看不见我，我却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绕着围栏走了一圈，最后在正门外停下。仓库的大门是合金材质，外面做旧处理，看起来像生锈的铁皮。林兆抬手敲了敲门，声音透过金属传进主控室。我端起碗，慢慢喝了一口汤。监控里，林兆的动作越来越急，手掌在门上拍得发红。风雪刮得更大，他缩着脖子，整个人贴在门板上，像是想从缝隙里钻进来。我把镜头切到夜视模式，林兆的睫毛上结着冰霜，眼神四处张望。我没有动，上一世我就是在这种求助的眼神里心软。这一世我的门只为自己打开。林兆在门外徘徊了2个小时，最后他转身离开，脚步踉跄。监控画面里，他的身影被雪吞没。我回到餐桌前，把火锅里的最后一片牛肉夹起来。屋内温度恒定，空气干净。我打开储物柜，拿出一杯奶茶粉，热水冲开，甜味在舌尖化开。极寒持续加剧，城市停电区域越来越多，新闻画面变成一片灰白，主持人的嘴型一张一合，却听不清内容。网络开始不稳定。我提前下载好的资料和电影填满了硬盘。生活区的灯光柔和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大屏幕播放纪录片。外面的世界像被按下暂停键，监控偶尔闪过陌生人的身影，他们在废弃厂房间翻找物资。没有人知道，在这层破败外壳之下，是满仓的粮食和恒温的生活区。我每天按计划检查库存、粮食消耗记录，精确到克，发电机油量、过滤芯寿命、备用电池电量，一项不落。我在墙上贴了倒计时，距离极寒顶峰还有90天。这一世，我不再等人救我。我坐在监控屏幕前，看着雪越下越厚，仓库内的温度依旧停在26度。我把手伸到暖风口，感受稳定的气流。外面有人在风里奔跑，衣角被吹得凌乱。我端起刚泡好的咖啡，靠在椅背上。陨石改变了世界的磁场，而我在磁场彻底失控之前，把整个世界需要的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仓库。极寒进入第20天，城市供电彻底崩溃。我早上醒来时，生活区的温度依旧稳定在26度，地暖缓慢地往脚底送热。我光着脚踩在地板上，没有一丝凉意。监控强亮着，外面的街道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积雪堆到车窗高度，路灯被压弯，广告牌只剩半截。我给自己煎了2块牛排，黄油在平底锅里融化，香味在空气里铺开。我把牛排切成整齐的小块，慢慢吃完，又冲了一杯热可可。上一世，我在这种天气里啃硬得发潮的压缩饼干，喉咙像塞了沙子。这一世，我把餐具洗干净，擦干水渍，才走进主控室。屏幕右上角的红点闪了一下，
有人靠近。我调出外侧摄像头，画面里出现3辆车，歪歪扭扭停在仓库外的空地上。车门被推开，几个人裹着厚重的棉服跳下来，脚踩进雪里，走得很慢。其中一个人摘下帽子，我一眼认出来，是沈宙。他比上一世更早出现，他的外套明显不合身，袖口磨损，脸色发青。曾经在会议室里被人簇拥的那个人，此刻弯着腰，呼出的白气一团团散开。我盯着屏幕，没有动。他们在外围转了一圈，目光停在那扇做旧的合金门上。沈宙抬手在门板上用力拍了几下，震动通过墙体传到主控室。我端起手边的水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画面里，沈宙的手很快缩回去，贴在自己腋下取暖。旁边的人在原地跺脚，有人试图拉开围栏，围栏纹丝不动。我把画面切到门内侧的热成像模式，他们身上的热源清晰地亮着，而我所在的生活区是一整块稳定的暖色。我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取出一盒刚解冻的草莓，鲜红的果肉在灯光下透着水光。我拿着草莓走回主控室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们在雪里徘徊。上一世，我为了沈宙，把自己的房子卖掉，把仓库钥匙交到他手里。这一世，我连门铃都不愿意给他留。他们在门口停留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沈宙靠在门上，整个人顺着金属板滑坐在地上。他仰头看着灰白的天，睫毛上挂着细碎的冰霜。那张脸曾经让我心软，现在我只是把草莓的叶子摘掉，咬下一口，酸甜在舌尖化开。监控里，沈宙被同伴拉起来，几个人踉踉跄跄地回到车里。车子发动了好几次才勉强挪动，轮胎在雪地里打滑。我看着他们离开，心里没有波动。外面是零下40度，我把生活区的窗帘拉开一条缝，看着远处被雪覆盖的城市。仓库内部灯光明亮，空气过滤器发出滴滴的运转声。我打开储物系统，核对库存，里面油的消耗量几乎为0，冷冻区还剩下整整3排和牛，海鲜没有动过，药品分类整齐，电池电量充足。这种掌控感让我整个人都松下来。傍晚时分，监控又亮起，这一次是一个人。陆泽从远处的废弃厂房走出来，身形修长，步伐很稳。和之前那些慌乱的人不一样，他没有急着靠近大门，而是先绕着外围走了一圈。他戴着深色围巾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把画面放大，那双眼睛沉静，没有乱扫，也没有焦躁。陆泽在围栏旁停下，低头看了看地面，又抬头观察摄像头的位置。我下意识坐直，陆泽很快发现其中一个隐藏的不算明显的摄像头，视线精准地落在镜头上。我隔着屏幕和他对视，心口突然一紧。陆泽没有做任何多余动作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几分钟后，他转身离开，没有敲门，也没有试图破坏围栏。我盯着他离开的方向，脑子里迅速盘算。这种冷静在极寒里太少见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却没有立刻睡着。生活区温度稳定，床垫柔软，我却反复想起那双眼睛。不是哀求，也不是贪婪，像是在判断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调出远处的摄像头，陆泽又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带着一辆小推车，车上是几个封好的纸箱。他没有靠近正门，而是停在围栏外的空地，把箱子整齐摆好。纸箱上写着几个简单的字样，是保暖毯和净水片。陆泽放下东西后，没有久留，转身离开。我盯着那几箱物资，指尖在控制台上停顿，风雪在画面里卷起，陆泽的背影渐渐被吞没。我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极寒还在继续，而我的仓库门外，第一次出现了不一样的。那几箱保暖毯在雪里放了整整1夜。清晨我调出监控，纸箱表面覆了一层薄霜，风吹过时边角轻轻晃动，没有人来拿，也没有人靠近。我把生活区的温度调低了1度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上一世我死在门外，这一世我不能因为一点不同就松动。我给自己做了早餐，牛奶加热到刚好冒小泡，吐司烤到金黄。我坐在主控室，边吃边盯着那几箱东西，指尖在桌面轻轻敲着。中午时分，陆泽又出现了，还是那身深色外套，围巾压得很低。他没有直奔正门，而是先去昨天放箱子的地方，确认物资还在。陆泽蹲下身，拍掉纸箱上的雪，又重新摆整齐，动作不急不躁。我把镜头拉近，看见他手指因为低温泛着蛋白，却很稳。陆泽抬头看向摄像头的方向，视线停了一瞬。我隔着屏幕盯着他，心里有种被看穿的错觉。陆泽没有敲门，只是在围栏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从推车里拿出一小袋东西，放在最上面的纸箱上。那是一袋真空封好的咖啡豆，
包装干净，没有拆封痕迹。我喉咙轻轻动了一下。极寒之后，咖啡成了奢侈品，很多人连热水都难得一口，他却把这种东西放在门外。陆泽放下之后，退后几步，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雪里，心口有点发紧。上一世林兆也是这样，一点点靠近我的生活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下午3点，我穿上厚外套，戴好手套，第一次走到合金门前。门内的温度和门外的温差让金属表面凝着一层水汽。苏清然按下内侧的解锁按钮，门开了一条缝，冷风立刻钻进来，刺得脸发麻。我站在门内，没有踏出去。那几箱保暖毯整齐摆着，咖啡豆放在最上面，包装在灰白背景里格外显眼。我没有碰咖啡，我把保暖毯拖进门内，动作很快，门随即关上，冷风被隔绝，生活区的暖气重新包裹住我。我靠在门板上，手心出了一层汗。这是苏清然重生后第一次为门外的人打开门。我把保暖毯搬到储物区，检查包装，没有做手脚的痕迹，净水片数量完整，生产日期清晰。咖啡豆苏清然单独放在厨房的柜子里。晚上我冲了一杯，热水浇下去，香味缓慢散开。我端着杯子走进主控室，画面里一片雪白，心里却不再那么冷。第二天，陆泽依旧来了，这一次他没有带物资，而是站在围栏外清理被雪压弯的一节铁丝网，动作很慢，但很认真。陆泽没有试图进入，只是把歪掉的部分扶正，用随身带的工具固定好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这个地方在别人眼里是废弃仓库，在他眼里却像是需要维护的据点。傍晚，陆泽离开前突然停在摄像头正前方。陆泽抬起手摘下围巾，冷风吹在他脸上，他没有退缩，那张脸线条分明，眉眼干净，和沈昼那种张扬完全不同。他看着镜头，没有任何夸张的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不是来祈求的，他是在确认我是否安全。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。我把咖啡杯放下，手指在控制台上停了几秒，最终我按下一个从未用过的按钮，围栏侧边的小投递口缓缓开启。我没有露面，只是把一袋压缩饼干和一瓶热水放进去，然后迅速关闭。监控画面里，陆泽明显愣住。陆泽走到投递口前，停下脚步，没有立刻伸手。风吹乱他的头发，他低头看了看那袋东西，又抬头望向摄像头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像被他看见。不是仓库主人，不是囤货狂，只是一个躲在门后的女人。陆泽最终拿起那袋饼干，把热水抱在怀里，没有过多停留，转身离开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掌心微微发烫，极寒还在继续。门外的人越来越多，资源越来越少，而我在密不透风的安全屋里，第一次主动把东西递出去，不是心软，是试探，也是一种选择。投递口打开的第二天，陆泽来得更早，天还没亮透，监控画面里只有灰蓝色的雪影。陆泽踩着积雪走到围栏外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。我窝在沙发里，毯子搭在腿上，手里抱着刚煮好的燕麦粥。陆泽把保温桶放在投递口旁边，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推到3步之外站着。寒风把他的外套吹得贴在身上，他没有缩脖子，只是安静等着。我盯着屏幕，心里一阵发紧。上一世我在风里等过沈昼，等到手脚发麻，也没等来开门。这一世风在他身上刮，我却坐在暖气里。我起身走到控制台前，打开投递口，冷空气钻进来，我打了个寒战。陆泽看到投递口开启，往前一步，却在边缘停住，没有越界。我把前一天准备好的2盒自热米饭和1包暖贴推了出去。陆泽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急着拿，而是先把保温桶往前推。金属桶身在雪地里泛着暗光。我没有出去，只是等他退开，陆泽推到围栏外，才转身离开。我把保温桶拖进来，迅速关上投递口。生活区的暖风重新包裹住我。我打开保温桶，里面是一锅热汤，清淡的鸡肉味在空气里慢慢散开，汤面上浮着几片胡萝卜和土豆，切得很规整。我盯着那锅汤，发了几秒呆。在这个时候还能腾出时间煮一锅汤的人，心里不慌。我舀了一碗，坐在餐桌前慢慢喝，温度正好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不是单纯来换物资的，他在给我递信号。之后的几天，陆泽固定在清晨出现，有时带一袋干净的木炭，有时带几盒简单的药品，数量不多，却刚好。我也控制着投递的节奏，从不多给。我不再全程盯着监控，而是边做自己的事，边留意他的身影。陆泽修好围栏那天，额角有细碎的汗水结成霜。我看着他低头拧螺丝，指节因为用力泛白，
那种专注让他心里一动。晚上我把生活区的灯调暗，坐在沙发上看电影，画面温暖，窗外风雪呼啸，门外不再只是危险，也多了一份牵挂。我没有允许自己沉进去，极寒才刚刚进入第2阶段，资源会越来越紧，我必须先稳住自己。极寒进入第30天，城市彻底安静下来，监控画面里已经很少能看到成群结队的人，更多的是零散的身影，拖着疲惫的步子。那天下午，雪下得格外密，我正在厨房切牛肉，刀锋在案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主控室警报突然闪起。我放下刀，走过去，屏幕里沈周又出现了，他比上次更瘦，脸颊凹陷，外套明显不再保暖。他站在门前，肩膀微微发抖。我调大画面，沈周的手贴在合金门上，指尖泛白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骗开门。我盯着他看，没有动。沈周在门外停留了很久，后来他慢慢滑坐在地上，背靠着门板，仰头看着灰白的天空。我能看到他呼出的白气团团散开，那张曾经高高在上的脸，此刻贴着冰冷的金属。我心里没有波动。我转身回到厨房，把火锅汤底端上桌，锅里的牛肉翻滚，蘸上酱料。监控屏幕就在餐桌对面，沈周还坐在那里。我当着屏幕慢慢咀嚼，这种对比让我心里生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。不是报复的快意，是彻底抽身后的平静。傍晚时，沈周被2个人扶走。我没有开门，也没有打开投递口，门外的风雪把他的痕迹一点点覆盖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想起那双曾经让他失去理智的眼睛，现在只剩疏离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他消耗任何一度温度。清晨，陆泽依旧准时出现，这一次他没有带物资，他站在围栏外，看向摄像头的方向，停了很久。坐在主控室，没有马上打开投递口，风雪稍微小了一些，天边透出一点浅灰。陆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，贴在围栏上，纸被风吹得轻轻晃动。调近画面，上面画着简易路线图，标出附近几个可用水源点，没有多余装饰，只是干净的线条。心里一紧，这不是交易，是共享。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打开投递口，放出1盒维生素和2袋坚果。陆泽走过来时，脚步放得很轻。陆泽拿起东西，抬头看向摄像头，那一瞬间，下意识屏住呼吸。陆泽没有笑，也没有做夸张的动作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心里像被什么拨了一下，暧昧并不热烈，却在这种极寒里显得格外清晰。突然意识到，如果哪天他不来，自己可能会下意识去看监控。这种依赖有点不安。关掉屏幕，强迫自己去整理库存。理智告诉我，极寒还没结束，感情在这种环境下是奢侈品。可当夜幕降临，还是下意识调出外侧画面，确认他是否安全离开，没有允许自己再多想。门内外的距离正在一点点缩短。极寒进入第2个月，外面的人越来越少。那天傍晚，围栏一侧被积雪压塌，警报响起时，正整理药品，调出画面，看到铁丝网塌了一段，还没来得及穿外套，陆泽已经出现。他冲到塌陷处，用肩膀顶住铁网，不让缺口扩大。风雪拍在他脸上，他眯着眼却没有退，抓起厚外套，戴上帽子，第一次真正打开侧门。冷风迎面砸过来，差点站不稳。陆泽明显一愣，没有靠太近，只是站在内侧，把备用铁杆递给他，手在铁杆上短暂擦过，隔着手套却依然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。那一瞬间，心跳得很重。陆泽接过铁杆，很快把塌陷处固定好。风雪里，并肩站着，没有言语，只有呼吸在空气里交错。修好后，退回门内。陆泽站在原地，转身离开。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心跳还没平稳。那种并肩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不再只是一个人，但我没有放松警惕。门依旧只开到安全线，我还在掌控之中。极寒进入第3阶段，监控里出现了新的变化。远处的高楼顶层亮起灯光，有人占据制高点，废弃商场被封锁，外围堆起障碍，资源开始被集中。盯着画面，心里清楚，真正的考验来了。傍晚，陆泽来得比往常晚，衣服上沾着厚厚的雪。他靠近投递口时，动作明显慢了些，打开小窗，递出1袋高热量能量棒。陆泽接过时，手指微微发抖，第一次产生冲动，想把他拉进来，可没有。极寒会筛选人，我必须确认他不是短暂的善意。陆泽离开后，
坐在监控前很久，外面的世界正在重新洗牌，门内的温度依旧26度。我知道，下一步不只是交换物资那么简单，有人会盯上这片仓库，而我必须提前布局。清晨，提前醒来，没有警报，没有风声，却莫名不安。调出监控，看见远处有人在徘徊，不是熟悉的身影。他们在外围停留片刻，又离开。意识到这个地方开始被更多人注意。走进仓库深处，打开备用房间，那里原本是储藏区，清空一半物资，铺上地垫，放入折叠床和基础生活用品，动作一气呵成。我不是心软，我是在准备有一天他真的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。傍晚，陆泽如约出现，风雪稍小，他站在围栏外，眼神比以往更沉，看着他，心里慢慢坚定。极寒还在继续，而我不再只是为自己囤货，我在为未来的选择留一条路。门还没完全打开，但我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。极寒进入第70天，雪不再是柔软的片状，而是结成一层硬壳，踩上去发出干脆的声响。清晨，照例打开监控，远处废弃商场那边多了几辆车，车身外贴着简陋的布条，像是某种标记。那一片开始聚集人群，动作比之前更有秩序。盯着画面，心里清楚，资源集中后，下一步就是向外扩张。中午，陆泽出现时神色比往常紧，他在围栏外绕了一圈，停在摄像头正前方，抬手在雪地上划出一个箭头，指向商场的方向。立刻调大远景画面，看到那几辆车开始分散移动，他们在踩点。胸口发紧，不能让这里成为下一个目标。下午，启动外围备用伪装系统，原本隐约透光的破旧窗户彻底熄灭，围栏外侧喷洒了一层做旧涂层，远看更像废墟。在主控室里，一遍遍确认监控死角。傍晚，陆泽再来时，打开投递口，没有多给物资，只递出一张简易手绘地图，地图上标出几条相对隐蔽的小路，手在投递口边缘擦过。陆泽的指尖微凉，却能感觉到他刻意放轻的动作，那种默契在无声中慢慢成型。夜里，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屏幕里的风雪。这一道门不只是保护我，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距离。那天风停了，空气冷得发干，连呼吸都像刮着嗓子。陆泽没有在清晨出现，心里莫名发空，盯着监控看了整整1个小时。中午时分，陆泽终于出现在画面里。他走得很慢，右肩明显下垂，外套上结着厚厚一层霜。站起身，心跳开始加速。陆泽靠近围栏时，脚步踉跄了一下，几乎是本能地冲到门口。投递口打开，没有再隔着距离，而是直接解锁侧门。冷风扑进来，冲出去2步。陆泽抬头看见，眼神明显一震，抓住他的手臂，隔着厚外套，仍然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冰冷。把他拉到门内安全线的位置，递给他一条厚毛毯和一杯刚冲好的热糖水。陆泽接过时，手指在手背上短暂停留，那种触感，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没有让他进来，门内的暖气近在咫尺，却把界限守得死死的。陆泽裹着毛毯站在门口，慢慢把糖水喝完，蒸汽在指尖升起，呼吸交错的一瞬间，突然意识到这种靠近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。陆泽恢复些力气后，主动退回风里，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手心全是汗。我第一次真切感到门外的世界不再只是威胁，也有牵挂。傍晚，沈周再次出现，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身后站着2个人，手里拿着工具。他们围着仓库转了一圈，目光明显停在合金门的位置。坐在主控室，没有慌，上一世死在他的算计里，这一世提前准备好了。沈周靠近门板时，打开室内照明，让门缝里透出一线暖光。沈周明显愣住，却没有再多给1分。屏幕前坐着，手边是一杯热咖啡。沈周贴在门上，像是在确认里面是否有人，没有动。最终，沈周转身离开，那种落差感从他背影里透出来。他永远不配站在这道门内。那晚故意把外侧的一盏小灯打开，微弱的暖色光在雪地上晕开。陆泽如约而至，停在灯光边缘，暖色映在他侧脸上，线条变得柔和。没有立刻开门，只是隔着监控看着他。陆泽抬头望向那盏灯，眼神沉静。终于打开投递口，这一次递出去的不只是食物，还有一条新的围巾。陆泽接过围巾，低头围上，围巾贴着他脖颈，手不自觉攥紧。陆泽站在灯下看向摄像头，目光温和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在为他留一盏灯。清晨，
在监控里看到不对劲，陆泽身后多了2个陌生身影，刻意保持距离。心里一紧，陆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绕了个远路。那2个人却没放弃，迅速启动外围干扰装置，关闭几处明显监控点，让这里看起来更死寂。陆泽最终甩开尾巴，出现在围栏外，没有打开投递口，而是先确认周围安全。风很大，陆泽站在雪里，耐心等着。打开小窗，递出一小袋药品和一张写着警示符号的纸。陆泽看了一眼，神情更沉。他们的默契在这种紧张里加深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不再只是交换物资，我们开始共同面对外界的威胁。开始重新调整仓库布局，原本备用的房间添置了更多生活用品，床铺加厚，储物柜清空一半。边整理一边告诉自己这只是应急方案，可当把毛巾叠整齐时，心里却泛起细微的期待。傍晚，陆泽来时没有多说什么动作，只是照常交换物资，但在他离开前，轻轻把侧门的解锁时间延长了1秒。那1秒是我给未来的试探。风雪突然加剧，夜里监控警报响起，陆泽被困在围栏外侧，几乎是冲到门口，侧门打开，站在门内。陆泽站在风里，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往里带了一步。陆泽脚踩进门槛内侧，那一瞬间，暖气扑在他脸上，站得很近，呼吸在空气里交缠。陆泽的睫毛上还挂着霜，融化成细小水珠，还能感觉到他胸口起伏的节奏。理智在脑子里拉扯，最终只让他站在过渡区，没有再进一步。可那一步已经改变了很多。极寒进入新的阶段，资源争夺明显加剧。我盯着监控，看着远处商场那边灯火通明。我知道这道门不可能永远独立存在。傍晚他出现时，我已经准备好，侧门缓缓打开。我没有推，他站在门口看着我，我伸出手，不是物资，不是试探，是邀请。他握住我的手，这一次我没有推。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合上，生活区的暖气包裹住我们，外面风雪依旧。而我终于明白，囤货带来的安全感，不只是满仓的物资，也是在极寒里有人站在我身边。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刻，听见风声被彻底隔绝。陆泽站在过渡区，肩膀上还沾着未化的雪，呼吸有些重，暖气从地面往上涌。他明显愣了一下，像是身体还没适应这种温度。递给他一条干毛巾，又把早就准备好的厚外套放在旁边的椅子上。陆泽动作很克制，没有乱看，也没有往生活区深处走，一步步换下湿冷的外套，能感觉到他在压着分寸。带他走进生活区，地暖的温度让脚底发软，灯光柔和，空气里有淡淡的咖啡味。陆泽站在门口停住，目光在整齐的货架和干净的厨房上扫过，没有惊讶到失态，只是很认真地看了一圈。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又端出一碗刚煮好的面。陆泽接过碗时，指尖擦过手背，吃得很慢，没有狼吞虎咽，坐在对面看着他慢慢恢复血色。这一刻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，囤下来的这些东西不再只是我的堡垒，也是我选择分享的底气。陆泽住进备用房间的第1晚，几乎没睡，同时盯着监控，又反复检查门锁。理智告诉我，任何人都有风险。可当清晨走出卧室时，陆泽已经在厨房。他站在料理台前，袖子挽起，动作很利落。锅里冒着热气，是他用食材做的粥。没有打扰，只是靠在门边看。这种画面让我有点恍惚。极寒外面是灰白的世界，屋内却有人在给我准备早餐。走过去接过碗，陆泽手指在碗沿停了一下，距离近的能听见彼此呼吸。没有退，但也没有完全放松。那天晚上重新调整了生活区的分区，陆泽的活动范围标得清清楚楚，把监控权限分成2套，他能看到外围，却看不到核心储藏区。不是不信任，是我必须守住最后的底线。陆泽似乎察觉到了安排，没有任何多余动作。这种默契更愿意给他时间。极寒持续，商场那边开始内耗。监控里看到有人从商场方向跌跌撞撞跑出来，几小时后沈宙出现，他脸色灰白，外套破旧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真正的慌乱。他在门前站了很久，站在监控前没有走过去。屋内温度稳定，厨房里炖着排骨。沈宙抬手贴在门板上，额头抵着冰冷的金属。他想起上一世自己贴在仓库门外的样子，可这一世我不会再替他承担后果。
搬着碗走到屏幕前，当着画面慢慢喝汤。沈周最终离开时，脚步比来时更沉，心里没有愧疚，只有清醒。阶层已经彻底拉开，他在风里，我在26度。夜里电压短暂波动，主控室警报闪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陆泽已经冲到设备间。陆泽检查线路的动作很熟练，额角冒出细汗，站在门口看着他。10几分钟后，电压恢复稳定，陆泽转身，眼神里有种无声的询问。过去递给他一瓶水，站得很近。陆泽抬手擦到额前的一点灰尘，指腹轻轻掠过，呼吸一致。这种靠近没有冲动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第一次意识到，开始依赖陆泽的存在。外围监控显示，有几个人在附近反复出现，他们没有靠近大门，却在远处观察。和陆泽并肩坐在主控室，陆泽盯着画面，打开备用灯光系统，让仓库外侧看起来彻底荒废。陆泽帮调整摄像头角度，动作自然，肩膀偶尔碰到一起，这种并肩感比单纯的暧昧更踏实。外面的人徘徊几天后，最终离开，但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但也清楚这种平衡不会一直持续。那晚风很大，坐在沙发上，陆泽在对面修理一只旧手电，灯光打在他侧脸上，线条清晰。走过去，把一条毛毯披在他肩上。陆泽抬头看，目光温和。陆泽伸手握住手腕，动作很轻，却没有退缩，之间的距离被一点点拉近。呼吸交错时，能感觉到他喉结轻轻滚动，没有后退，也没有进一步。这种克制让空气变得发烫。极寒进入第3个月，重新核算库存，虽然充足，但外界的压力在加大。陆泽主动提出减少自己的消耗，看着他把那份分量往自己这边推，心里突然一软，把那份推回去，换成等量的高热量食物。不是心软，是我有底气。仓库里的货架依旧整齐，这种我有你无的安全感，让我不需要斤斤计较。坐在餐桌前，看着陆泽认真吃饭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囤下来的每一袋米都值。监控里再次出现商场的人，他们开始向这边试探。站在主控室，手指停在报警按钮上，陆泽站在身后，距离很近。那种温度让心跳加快，但没有分神。启动外围震慑系统，让整片区域彻底暗下来。对方在黑暗里停留片刻，最终退去。松开按钮时，陆泽的手附在手背上，没有说话。极寒还没结束，危机还在，但我不再只是一个人守着满仓的物资，我有底气，也有选择。而这一次，我选择让他留下。极寒进入第4个月，风雪不再每天都下，但温度更低，冷得像一层看不见的壳罩在城市上。外围监控里，商场那群人开始有组织的活动，他们不再是零散踩点，而是3、5成群的往各个仓储去分散。盯着画面，心里很清楚，迟早会轮到这里。傍晚，3个人出现在围栏外，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试探，而是直接围着合金门打量。其中一个人抬脚踢了踢门板，震动顺着金属传进来。坐在主控室，手边放着刚煮好的羊肉汤，锅里翻滚的热气和门外的寒气形成鲜明对比。陆泽站在身旁，肩膀几乎贴在一起，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节奏。他没有急躁，只是默默调出另一组摄像头，确认周围有没有埋伏。我没有开灯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动静，甚至故意关掉生活区的一部分照明，让电力负荷看起来很低。门外的人最终离开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这种对峙让我更清楚囤货的意义，不是炫耀，是掌控。而他始终站在我身边，没有离开半步，那种并肩感比任何誓言都实在。第2天清晨，陆泽外出查看外围情况，在监控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转角。半小时后，画面里出现混乱，远处有人追逐。陆泽加快脚步绕进侧巷，心跳加快，手指几乎掐进掌心。几分钟后，陆泽从另一个方向折返回来，步子比平时重，右手捂着左肩，几乎是冲到侧门。门开的一瞬间，冷空气灌进来。陆泽走进过渡区，呼吸急促，外套被划开一道口子，里面的毛衣露出来，肩膀上是一道擦伤，皮肤红了一片。拉他坐下，帮他脱下外套，取出药箱，动作比平时快。消毒棉贴上去时，陆泽下意识绷紧肌肉，只按在他肩上，力道放轻。陆泽抬眼，目光沉沉，那种无声的依赖。给他包扎好，又递上一杯热牛奶。他喝得很慢，
坐在他身旁没有退开。极寒之外是危险，但门内我可以护住他。这种能力让我更坚定地守住这里。傍晚，沈周再次出现，这一次他一个人，外套松垮，步子虚浮。沈周站在门前，没有敲门，只是靠着门板坐下。他抬头看向摄像头的位置，眼神复杂。没有开门，也没有投递任何物资。屋内灯光温暖，他在门外蜷缩。沈周最终站起来，踉跄着离开。那背影彻底失去曾经的锋芒，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清算后的平静。有些人注定留在门外。那晚陆泽肩伤还没完全好，给他换药时，指尖触到他结实的肌肉，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，动作慢了一拍。陆泽抬手握肘腕，没有用力，却没有松开。空气安静的只剩彼此呼吸，能听见他心跳的声音，没有急促，没有侵略，只是很稳的抱着。我脸贴在他胸口，听见那有力的心跳。外面风声呼啸，屋内却安静。我突然明白，安全感不只是满仓的物资，也是这个怀抱。商场那边开始放出消息，监控里看到有人在高处挥动布条，吸引周围的人，他们在聚集资源。而陆泽坐在主控室分析局势，如果继续低调，风险小；如果适度交换，或许能换取外围的缓冲。思考了很久，囤货不是为了永远躲藏，而是为了在选择时有底气。定试探性放出一点低价值物资，换取外围信息。陆泽负责送出，那种一起布局的感觉，更确信自己没有选错人。交换开始后，有人开始注意到陆泽。有个女人在围栏外停留时间过长，目光频频落在他身上。坐在主控室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。陆泽回到门内时，比平时更沉默。他察觉到，却没有多问，只是走到我身后，轻轻环住我的腰。我身体僵了一瞬，却没有挣开。他的下巴抵在我发顶，那种占有的姿态让我心里的不安慢慢散开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这一次我主动靠近。极寒终于出现短暂缓和，气温回升到-20度，外面的雪开始硬化。站在生活区窗前，看着久违的灰色天空。陆泽站在身后，双手搭在窗框上，距离近到能看清他睫毛上的细小霜痕，没有言语。他低头，这一刻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无论极寒多久，我都不会再一个人守着这座仓库。商场那边内部开始分裂，有人离开，有人倒向其他仓储点。在主控室记录每一个变化，陆泽整理数据，动作专注，已经不只是互相依赖，更像并肩的合作者。夜里，靠在陆泽肩上，他手臂环着，看着满仓的物资，心里无比踏实。极寒还没结束，但新的秩序正在形成，而我站在这座仓库的中心。有物资，有选择，也有爱。极寒进入第5个月，气温偶尔回升一点，却远远谈不上结束。商场那边终于派人正式靠近，这一次不是试探，而是3个人带着物资清单在外围停下。他们没有靠近大门，只是在安全距离摆放了几箱罐头和药品，然后退到视线之外。坐在主控室，看着那几箱东西，手指在桌面上轻敲。这是谈判的姿态，不是掠夺。没有立刻回应，陆泽站在身侧，目光沉稳。他在等他做决定。打开外围投递口，放出1袋米和2箱常规药品，数量不多，却足够表态。交易持续了3天，他们只交换基础物资，不暴露核心库存。把所有数据记录下来，精确到克。屋内温度恒定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不再只是躲在门后，我在参与规则的制定，而我有底气，是因为仓库里堆满了粮食。商场内部彻底分裂，监控里看到2拨人分开行动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。资源开始重新洗牌，其中一拨人主动向他们靠拢，交换频率增加。我没有完全信任，只维持最低限度合作。他提出加固外围一圈铁网，我抬起一卷钢丝网时，他伸手帮我接住，手臂在空中碰撞，他的指腹在我掌心停留半秒。我们在风里并肩固定铁网，冷风从袖口灌进来，他替我拉紧外套拉链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他在备用房间的身影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是被动接受他的存在，是主动把他留在我的生活里。重新盘点库存，米面油还够2年，冷冻区的肉类减少了不到1/10，药品在缓慢消耗，但仍然充足。这种数字带来的安全感压过所有不安。把清单递给陆泽看，他认真看完，没有露出贪婪的表情，只是点头，然后把其中一部分高热量食物标记出来，建议留作紧急储备。看着他冷静的样子，心里更稳。
这种并肩计算未来的感觉，比单纯的暧昧更扎实。晚上煮了火锅，牛肉在锅里翻滚，故意慢慢夹起一片，在他面前晃了一下，他眼神暗了一瞬，把肉放进他碗里。外面世界再乱，门内依旧热气腾腾。合作的那一拨人提出扩大交换比例，梦里看到他们多次围着仓库转，那种目光开始变得复杂，立刻收紧交换数量，把外围灯光全部关闭，让仓库再次回到荒废状态。几天后，他们减少了靠近次数，坐在主控室里，心里明白，物资就是底气，给的太多只会让人起贪念。夜里，陆泽靠在身旁，这种安静的依偎比任何承诺都真实。气温开始稳定回升，监控里远处的雪出现融化痕迹，屋顶边缘滴下第一滴水。我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幕，他站在我身后，双手从背后环住我。我们没有说话，外面的世界正在慢慢恢复秩序。可我知道秩序已经变了，仓库依旧是我最大的资本。我囤下来的物资让我在这场极寒里始终站在上位，而他是我选择的同伴。极寒进入尾声，外围的人开始重建据点，商场那边建立了基础供应点，没有完全加入，也没有彻底隔离，重新规划部分物资，预留未来可能的风险。四周是整齐码放的粮食，轻轻拍了拍那一排米袋。上一世我死在门外，这一世我站在满仓物资中间，身边有人陪着。外面的风已经不再刺骨，而我知道，无论未来怎样变化，这座仓库、这份底气、这段并肩的关系，都是我亲手囤出来的。